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好，茶叔跟灿叔很久没有录节目了。我们两个已经好久没有约会呢。对，今天我们要背着笨书旧情复发是吧？好，旧情复燃哦。好的，好啊，这个旧情复燃剪掉，不剪不剪。好，那其实茶叔跟灿叔呢，当然最近还是忙着教学生我们还是有持续在上课。对，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学生对于词汇量这个迷思，总是觉得很困惑，特别是到中级要升高到高级的这种水平的学生，是的，他们对词汇量，我觉得有些学生觉得自己觉得自己的词汇量不够多，有些学生觉得词汇量并不重要，有些学生却觉得词汇量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两叔来趁约会的时候来聊一聊。约会的时候还要聊工作，太辛苦了吧？太辛苦了，这种约会啊，真的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约会了就是还要聊学习中文的主题那灿叔，你对这个词汇量这样的一个主题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其实词汇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在上小班课，我会觉得能感受到第一线的这些，在第一线能感受到学生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说话的时候，你说有些他其实也挺流利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往往在一个点卡住，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去说。或者在说一些话题的时候，因为我的小班课会涉及一些稍微深入一些的话题，我就会发现他们有时候捉襟见肘，这个词汇应该怎么用，不够用了，对，想表达一些更深的一点的意思，好像这个词汇又飘忽不定抓不住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那怎么去帮助学生比较好呢？我是觉得在上课那个情况下，我能帮助他们的有限。我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课的时候把课堂一些词汇整理给他们，这是一点。但我觉得更多还是在课下怎么去做，因为很多学生的这些词汇，我觉得可能看视频得到的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我一直认为，其实看书、看故事之类的有意思的故事能更快的吸收一些词汇，而且故事这个东西本来有画面感，或者有知识点。其实在你脑子中很容易形成一些比较整体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引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主题真正约会的主题来了。对，真正约会的主题。大叔中文这个网站大家也知道，就是我和茶叔两个经营的，我们做了很久，不断的调整优化很多人说，老师你们这么辛苦干什么就放在那里就行了不行我们就是一个喜欢折腾的这么一个团队对，其实在上个星期其实我是灵光一现，或者是我突然之间开窍了。就之前我们的这个大叔小站是提供两种形式的东西，一种是一种是 EPUB 电子书另外一种是视频视频。但是其实EPUB 电子书我们当然是以学生为本的，就觉得学生可以通过这个更好的学习，但是在上个星期我突然脑子一想，我觉得不对呀，感觉很麻烦呀，学生们其实还要下载下来，然后还要装一个软件，我就不能让学生们更便利吗？我就不能让学生们在我们的网站上就直接看直接学习了吗？就像很多这个 APP 咱们读 Chinese 我还后来看了一下他们直接在网站上就可以学习，这一直是我的一个目标，直接在网站上可以看不用再下载别的 app。 对，这其实是我一直一个目标，最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去想的，而且现在刚好莫名其妙的我有一天突然觉得AI 这个东西挺好我试一试让他给我写代码吧对，我就开始从一个文科生变成了一个理科生会写代码的人了当然是通过 AI我发现其实真的很方便，就是你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他给你生成一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呈现出来，就是真的你想要的效果。
当然这个对过程还挺麻烦的，但是我觉得不断的去尝试，最终得到一个你学习想要的一个结果，真的是一个特别满足的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后来我就想怎么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直接可以来学习啊。在这里我就不卖关子了，具体怎么样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好不好？对，好。首先大家进入我们的网站啊，记住我们这个啊的这个链大树 Mandarin 啊.com 啊，往下拉啊，就能看到这个样子。No more boring 教材，No more boring 的故事，对，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啊，就是对，其实我们这个我们把它定位为是中级的学习材料，从 HSK 3到4、4到5、5到6。其实我们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故事，因为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写故事嘛。到后来其实觉得，为了让学习者能接触到更多的材料，我们把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区分啊，分类。比如说3到4，我们主攻的是一些故事，因为故事的话是最容易懂的，而且画面感最强的。我觉得3到4级比较容易从这个进行入手去学习。然后4到5呢，主要是讲一些生活里头的一些 knowledge 啊知识，猫咪的咕噜声，比如说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啊？我们为什么打呼噜之类，都就是很简单，生活里会遇到的东西，就是生活中的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知道，而且大家可以学到很多科学上的、生活上的词汇。对，第3级那就了不起了，会有很多哲学上的、历史上的、商业上的等等，它就会比较高级一点，主题比较多样化。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分类啊。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像茶叔说的，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会员的话，很简单 ，Become a Number。对，它其实成为小书虫会员的话，有很多福利啊。就是每个星期我们会更新2篇这个啊。对。然后所有的形式呢，现在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直接开始学习，之前是需要下载的，很麻烦啊。我们就今天主讲这个3篇这个简单的啊，点开这个，比如说飞鱼啊。对。大家看一下啊，不需要钱。还有就是这3篇是免费的，大家随时都可以来试读。对，看一下，免费几个大字写在这里啊 ，free 对啊。你看这个其实是$0，不需要钱啊。成为我们的会员也是这样，也是会写个0，大家不用管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用这个 Shopify 做的网站，所以它会出现金额，都不用管这些事情啊。看这个 click here 最重要的，对。一点这个按钮啊，这也是用代码生成的啊，想不到这么方便呢。哇，好厉害！对，你是说我吗？是的。对，我们现在会弄一个学习包啊，学习包呢，它会分为3个部分啊。就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学们其实读了故事也想听故事，对不对？有些同学呢，纯粹的听力，对，但是呢，也有我觉得有2种同学，一种同学是我就纯粹听一遍，对吧？另外的同学说，哎，我想边听边看这个文字，怎么办呢？展开故事全文。大家看啊，就在这儿啊，你可以打开这个啊，然后呢，底下就有跟着这个一点点往下听就行了。一开始的时候大概了解一下故事的梗概啊，或者一些具体的剧情是什么，有些不懂的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是第2步啊。而且大家发现这个东西是很好，可以折叠，对，一点就可以折叠起来。对，你假如不需要这个东西，折起来就行了，对不对？第2个部分是飞鱼的分段学习。分段啊，我们把这个故事分为了这个5个段落，7个段落啊，说错了，7个段落，每个段落很短，所以不给大家压力。有些人一看啊，这个故事这么长啊，看着压力满满的，我不想学习了啊，好烦啊。但是呢，哎，这个很简单啊，可以分段学习。是的，我们看点击英文翻译查看翻译，点击词汇表获得中文的释义啊。比如说一开始你觉得有点难懂，我先把英文翻译看一遍啊，大概知道对照一下，对吧？很方便。对，有些时候我的中文水平很高了，不需要折叠起来，不影响你的观看，对不对？对。有些人觉得这个翻译放在那块很麻烦很烦，我就是要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啊，不要给我英语，没关系，没问题，折叠起来啊。对，然后呢，你在看的时候觉得，哎，有些词汇刚好不知道，在这儿，对吧？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个大部分可能不知道的词汇都会放在这里啊。这个比如说 HSK 3到4的话，我们会提取3级及以上的词汇，全部放在底下啊，所以基本上能涵盖你不认识的词汇啊，因为3到4比较简单嘛啊。
而且我们做对了一个专门的这一个东西，叫这个定义用中文。为什么呢？这个特色我觉得非常重要。是的，对，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看英文的解释，我是觉得其实你应该去用简单的中文来理解复杂的中文，这样你才能真正形成中文的思维。所以这回做的话，我就把它用成了中文的解释。说实话，你看这个板凳，一种简单的木椅，那其实很好理解，一点都不难理解，对不对？对，所以这样就一篇篇往下学啊，一天可能你觉得学不了太多，我学个2部分、3部分。特别，我觉得工作很忙的同学们你可以比如说每天你就读一个段落，是的，然后其实长度不长，你就觉得每天有学习，每天有进步，好像我们已经帮你安排好课表了，你每天照着进度去读就可以了。对，而且就是我们刚好是分级的，你可能刚好现在的这个级别处在3到4，那你就纯看3到4，对吧？对，你想挑战一下自己，4到5可以看，就是看你是哪个等级，你就能找到对应的材料，不会说一下子全部给你，让你觉得无所适从这种感觉啊。对，所以我们的这个是有一个进阶性的，让大家一点点通过3到4、4到5、5到6，但同时呢，3到4的这种东西又是很有趣的，哪怕你水平到5到6，你也可以看，你会还是有很多收获。还是能真的学到一些其实你在别的地方学不到一些词语，但是这些词语呢，对于中国人日常而言又是很普通、很普遍、很常用的东西。对。然后往下走一走看，当当当当，这是我很满意的一个东西啊，小测试啊，测试，对，就是我之前在想，很多那种 Duolingo 那个东西啊，有点像小游戏那个东西，我很喜欢。我觉得做完之后，比如说你做错了，还会告诉你错在哪里，对吧？做对了还会得分啊，对吧？会得分，现在是0分啊。比如说我一开始做对了啊。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我知道在竹筏上，正确而且还会说明解释一下啊，解释，然后他不会马上跳走，他会给你一个时间再读一下这个东西。对，假如来到第2题，你看我已经得了1分了，对不对？对。比如说第2题我故意弄错来啊，咬了一口，错了，对不对？是吻了木木的指头，你看我1分只有得1分，继续，对不对？这个就其实能把你这个故事里头的一些词汇啊，还有一些内容啊，你进行一个复习。我觉得学习这个东西最重要是一个复习，你复习了之后，这些东西才能真正为你所有。有时候你可能不知从如何开始复习，而且也可能给自己规定太多东西要复习。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就是有时候给自己10个小题目复习一下，其实你就收获了。假如没有这种测试的话，你看过了可能忘了，或者自己给自己压很多任务，又学着太累了，又不想学了，何必？对不对？其实这个测试非常重要，就是其实它也同时帮你复习了你在故事中读到的词汇，对还有它的内容情节，会这个其实可以让你的逻辑能力中文的逻辑能力增加非常多。是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就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环境，让你沉浸在中文的环境，而且这个中文环境这些材料其实刚好适合你的。其实我觉得这里我们也要告诉各位同学因为你们已经是中级的学生了，我们这些材料也是适合中级要迈入高级的一个桥梁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希望大家能够去达成的目标，就是你一定要慢慢脱离对拼音的依赖。是的，所以在我们的材料里的拼音不会特别多，我们会希望你尽量去认汉字，是的，然后养成习惯。因为如果你一直依赖拼音，实际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我们是很少去用拼音的，是的，我们都是看汉字。所以希望你在使用小站里的材料的过程中，慢慢摆脱对拼音的依赖，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多去听灿叔念的那个音档，我觉得反而更重要。是的，多听一下，其实你能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呢，是我们现在为止出了一些东西，就是从作为会员都能看的。你看它就是除了这个故事，3、4集都是故事啊，都是故事啊，故事。但是看4、5集，它就会有为什么会打哈欠啊，对，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啊，对不对？还有5、6集，你看是秦始皇的迷宫，历史的，亚马逊在中国，商业的啊，就是会很多样，知道吧？啊，对。然后我们加入会员的同学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棒的福利，就是我们有一个 library，就是 library， 就是对 library 就图书馆，它是一个
把我们以前所有的作品做一个集成，所以你在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对对对，视频，有是的各式各样的书所以你不用觉得会不会东西会不会太少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在比如说 short 对 article 到底有多少啊？对这个呢，它其实也是直接打开就能阅读，对因为这个是用 Canva 做的，它其实在页面上直接可以看，而且底下也有这对，些词汇啊等等，有这么多所以大啊。家会发现非常多，所以你加入小站，你不要觉得东西会很少，嗯，你是根本读不完的。我们的用不完，对，这个书啦、产品啦、视频在里面都非常的多所是的，是的，以大家加入的话，你只有读不完的对，可能，不可能有读完的时候。是。你看我们这个最近还有另外一个会员的形式叫小学生，就是一对个一周有2个视频，就是我和茶叔对各做一个视频啊，大家对一看，这个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大对家也可以选择成为我们的双会员啊。比如说对你真的更喜欢视频的话，也可以，你想想看，一周有2个视频，我们有各种主对题，对不对？你对，看 daily 然后 life，这些视频都是 CC 字幕的，是的，然后3到4集是以故事为主4到5到6的话就是各种主题参数会做各种主题对的，对的，的视频，也非常有趣。然后我们以往做的，我们2位大叔做的视频非常的多，其实大家也看不完所以是的，大家只要加入这个会员，真的建议大家加入双会员，就是小书虫加小学生，更便宜，因为更便宜，更便宜，嗯，然后你视频跟书的福利都可以享受到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到了中级水平，想要再做提升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小站的材料，我觉得非常丰富。那这个今天我们的约会时间就到此了，希望大家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你可以先来小站看一下一些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免费观看的东西对对，那这个如果喜欢，就请大家不要再考虑了就不要考虑，直接加入我们的会员是的，试是的，试1个月也好嘛。这个我觉得就是给小站一个机会，试试看1个月是的，你喜不喜欢小站里的材料我对，觉得对你应该是会有帮助的嗯，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喽，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支持我们，当然也要支持大叔中文对，好，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拜拜。